历史给予我们的最大错觉就是它在进步，其实它往往只是在轮回中空转。2000年里，长城的砖换了又换，未央宫的火灭了又生，舞台上的旗帜变换大王旗，演员换了一波又一波。但就在这漫长的时光长河两端，吕雉与慈禧隔着岁月遥遥举杯，达成了某种恐怖的默契。如果你仔细听，当他们面临权力的濒死时刻，那深夜里拨动算盘的声音竟然分毫不差，一个是大汉的吕雉，一个是大清的慈禧，他们到底算了什么账？为什么说汉朝的文景之治其实是建立在一份屈辱的卖国合同之上的？今天我们回到公元前195年，去看看大汉帝国最黑暗的那个冬天，以及那个在厕所里杀疯了的女人。在推开那扇流血的宫门之前，我们需要先看清这个女人的历史坐标。吕雉在中国长达2000年的封建系统里，她是第一个真正破解了管理员权限的女性。常有人将她与秦国的宣太后芈月做对比，但这并不准确。芈月依靠的是外交手段与女性魅力，在权力的缝隙中周旋，而吕雉是直接统治。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打破了儒家伦理的界限，他没有将吕雉列入《后妃传》，而是破天荒地为她单列一篇《吕太后本纪》。这是一种极高的政治承认，在太史公的眼里，他就是皇帝，是刘邦唯一的合法的接班人。但是这种狠毒不是天生的，很多人忘了，年轻时的吕雉也曾是一个在田间地头给刘邦送饭的贤妻良母。是什么把她变成了一个怪物？是人质经历。在楚汉争霸最惨烈的2年里，吕雉被项羽抓去当了2年人质，在那个时刻随时可能被煮了吃掉的军营里，他看透了人性的至暗面。当项羽把刘邦的亲爹架在油锅上，威胁要煮了吃时，刘邦竟然嬉皮笑脸地说：“无翁即若翁，幸分我一杯羹。”那一刻，看着油锅的吕雉明白了，在这个男权社会里，感情是最大的累赘，权力是唯一的防弹衣，连亲爹都可以煮成肉汤分着喝，还有什么人是不能杀的？所以当他掌权后，在一个绝对父权的系统里，一个女人想要坐稳龙椅，想要压住那群杀人如麻的开国功臣，她依靠的绝不是母仪天下的温柔，她必须把自己异化为一个比所有男人都更冷血更反人性的系统之者。今天我们要带你走进她掌权的第1年，看一看当一个女人决定成为暴君时，她是如何为了生存一步步剔除人性的。这是一封信，公元前192年，它摆在未央宫的案几上，信纸旁边是一把被打磨得锃亮的铜剑，吕雉的手指正在反复摩挲剑柄上的纹路。空气中似乎漂浮着2种截然不同的味道，一种是这张羊皮纸带来的草原腥气，另一种是从皇宫深处飘出来的，那是伤口溃烂混合着粪便的恶臭。这2种味道构成了大汉帝国上世初期的真实气味，前者代表屈辱，后者代表残暴，它们看似矛盾，其实互为因果。刘邦死后，作为大汉集团的代理董事长，吕雉发现系统里有一个巨大的 bug， 戚夫人。这个女人和她的儿子赵王如意依然持有挑战董事会的潜在股权。吕雉没有选择常规的政治雪藏，她选择了一种极端的物理销毁。她先对赵王如意动手。新上任的皇帝汉惠帝刘盈虽然软弱，但极重亲情。他知道太后要杀弟弟，于是他做了一个肉盾般的决定，他把如意接到自己的宫里，同吃同住，寸步不离。哪怕睡觉，2个少年也睡在一张床上。吕雉看着这一幕没有心软，她耐心地等待了几个月。终于有一天清晨，汉惠帝想去射猎，而年幼的如意想睡懒觉没起得来。就是这短短的1个小时的时间差，毒酒入喉。当汉惠帝提着猎物回来时，看到的是弟弟七窍流血，身体已经变凉的尸体。对于那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戚夫人，吕后为她发明了一个专属刑法：人质。是在断戚夫人手足、去眼、挥耳、引阴药，使居侧中。这是一段让所有读《史记》的人都生理不适的文字：砍断双手双脚，挖掉眼珠，用烟熏聋耳朵，灌下哑药，毁掉嗓子，然后把这个还活着的肉球扔进猪圈一样的厕所里，让它在粪便中蠕动，并且给它起了一个侮辱性的名字——人猪。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吕后做完这一切后，她发出了邀请：赵惠帝观人质，叫我儿子来看看，让他长长见识，看看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当人弱善良的汉惠帝刘盈，当他看到那个在污秽中蠕动的怪物竟然是曾经那个美丽动人的戚夫人时，他的精神世界瞬间崩塌了。他大哭着跑了出去，从此病倒1年多起不来床。他给亲妈传话：此非人所为，成为太后子，终不治天下。这不是人干的事，我是你的儿子，我甚至觉得自己身体里流着魔鬼的血，我没脸治理天下了，你玩吧。这就是吕后复仇的代价，她杀死了情敌，也顺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从这一天起，汉惠帝虽然还活着，但他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他开始沉溺酒色，不再过问任何政事。大汉帝国的 CEO 实际上已经罢工了。
除了戚夫人，刘氏宗亲和功臣集团是系统里最大的冗余代码。吕雉必须把这些姓刘的王爷清理干净，换上姓吕的亲信，看看他是如何对待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的。仅仅因为在家宴上，刘肥按照家礼坐在了上座，吕雉便动了杀心，他让人端来2杯毒酒，那是给刘肥准备的寿酒。如果不是汉惠帝再次冲过来要替哥哥喝，刘肥那天必死无疑。为了活命，这位拥有70座城池的齐王不得不认妹做母，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割地求饶，才狼狈逃回封地。另一个倒霉的赵王刘友，因为对吕氏专权发了几句牢骚，被吕雉抓回长安。吕雉没有杀他，而是把他关进了一间地处偏僻的永巷幽室，没有窗户，没有床，没有食物，实在断其食，赵王饿死。吕雉下令，谁敢送饭，灭3族。这位大汉的王爷在黑暗中一天天枯萎，他在饥饿的极度痛苦中啃食着棉衣里发霉的棉絮，喝着地上的脏水。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唱道：吕氏为王，刘氏无主，天道神明以此相负。吕家人称王，我们刘家人活得像狗一样。老天爷啊，你睁眼看看吧。歌声停止的那一刻，吕雉只是冷冷的让人把尸体拖出去，像扔掉一袋垃圾。他的狠劲全部用在了内斗上。你以为这就够狠了吗？让吕雉彻底黑化的最后推手其实是刘邦。就在刘邦驾崩的前几天，前线有人打小报告，人有恶快党于吕氏，即上一日公车驾，高帝大怒，乃使陈平宰将后代将，即军中斩快。樊哙跟吕后是一伙的，党于吕氏。如果有一天陛下驾崩了，樊哙就会带兵把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全族杀光。刘邦听完大怒，甚至没有核实，直接派陈平和周勃去前线，命令他们立刻接管兵权，在军营里就地把樊哙的头砍了。那是鸿门宴上救过刘邦命的恩人，是最忠诚的猛犬，但在权力的天平上忠诚一文不值。虽然陈平多了个心眼，没杀樊哙，但这是彻底刺激了吕雉。他意识到，连樊哙这种自己人在权力交接时都会被清洗，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如果不把兵权死死攥在自己手里，明天死的就是他。这就是猜疑链的死循环。在这个节骨眼上，若此时让他交出兵权去打匈奴，绝无可能。就在内部清洗进行到关键的时候，外部的攻击到了。匈奴默读单于发来了这封著名的慢书，实载陛下独立，孤志独居，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听闻陛下单身，我也独居，不如以我所有换你所无。这在汉朝人看来是赤裸裸的性骚扰，但在匈奴的文化里，这叫收继婚。在草原上，父亲死了，儿子可以娶后妈，除了亲妈。默读是在用这种方式表示我是强者，你是弱者，你的国家和人都应该像遗产一样被我继承。这是一次股权并购的通牒。默读闻到了大汉宫廷里的血腥味，知道这家人正在内斗。朝堂上，樊哙跳出来喊打喊杀，中郎将季布站了出来，他没有看樊哙，而是指着大殿外那些站岗的卫兵，其中有不少是当年从白登战场幸存下来的老兵。会东大寒，雨雪，足之堕直者12-3，高帝拥兵40余万，困于平城，不得17日。季布转过头，樊哙，你睁开眼看看，当年先帝带去的人，10个人里有3个人的手指头都在那个冬天冻掉了，那是剁指啊，手指头像枯树枝一样在手里发黑坏死，然后就在你拿筷子握刀的时候掉在雪地上。那些老兵连裤子都提不起来，你现在让他们拿刀去跟匈奴拼命，金创一未抽，快有面语。现在国家的伤疤，那些断掉的手指头还没愈合，你樊哙还在当面骗太后去送死。季布的话给了吕雉一个完美的台阶，其实他心里早就清楚，内有人质造成的道德破产，外有白登之围的军事恐惧，他根本没有开战的底牌。吕雉冷静地擦干了剑柄上的汗渍，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卑微得像一张投降书，实载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不足以污自辱。我年老色衰，牙齿脱落，步履蹒跚，实在配不上单于。随信附赠的还有2辆御马车，这不是礼物，这是保护费，这是大汉帝国为了换取系统稳定运行，向北方暴力社团支付的第一笔现金流。这是一种极其讽刺的双标。他在长安城里重拳出击，杀得人头滚滚；他在匈奴人面前唯唯诺诺，卑微到了尘埃里。默读收到了钱，也看懂了吕雉的底牌。这个女人在家里杀人如麻，但在外面愿意跪着付钱，交易达成。所有的屈辱，所有的退让，不过是换了一种货币。汉之和亲，亲之赔款，皆是梁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的古老注脚。在这个逻辑里，没有家国天下，只有政绩国家。为了维护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祖宗的基业摆上货架，只要能保住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哪怕将脚下的山河切割变卖，对他们而言依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从此，大汉开启了长达60年的和亲版本。一份长长的皇室女性名单被作为燃料，源源不断地填进匈奴这个巨大的贪婪引擎里。那些精挑细选的皇室宗亲之女，或被包装的宫女，被装进马车送往茫茫草原。这些女孩就是用来填补白登之围恐惧黑洞的活人祭品。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吕雉。她为了让自己能在未央宫里安心地做女王，为了能继续收拾那些看不顺眼的情敌和政敌，她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无辜的女孩推向了北方。这就是人质事件与外交受辱之间的黑暗闭环，因为他对内实行了非人的恐怖统治，导致众叛亲离，不敢外放兵权，所以他对外只能实行无底线的跪舔政策，以求苟延残喘。公元前192年，长安城的百姓依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并不知道头顶的那片天是用什么样的材料补上的。厕所里的肉球停止了呼吸，饿死在黑屋里的王爷尸骨已寒，出塞的马车消失在黄沙尽头。在这个巨大的权钱交易系统中，没有无辜者，只有幸存者。吕雉活下来了，但大汉帝国的脊梁骨还需要在冰冷的泥土里埋上整整60年。